大家好，我是新月。今天呢，教大家一下怎么样合法的省税。当然，如果你想干点什么之前呢，最好问一下自己的税务和法务。我这边呢，给出大家8条非常实用的省税方法。第一个呢，我们就说最强的省税账户 Roth IRA。说到 Roth IRA，我们就要提一下彼得泰尔，他从$2000到50亿的这个骚操作。彼得泰尔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他是 PayPal 创始人。那小泰呢，他在1999年的时候成立了 PayPal， 那个时候忙着创业，但是呢还要想着给自己攒点退休金，万一创业失败了，对吧？然后不知道听哪个财务顾问的建议，给自己开了个 Roth IRA 账户，往里面存了$2000。那个时候99年的时候，Roth IRA 每年的限额也就2000，那存了钱当然投资，那买点什么呢？那小泰这个时候又聪明了一下，他说我这公司多牛啊，虽然刚刚初创，但是今后是要改变世界的支付方式的，还投资什么苹果、微软、谷歌，我就买自己的公司，而且买自己公司还可以买原始股。然后呢，小泰就以每股$0.001的价格买了170万股 PayPal 的原始股，然后他就把它给忘了。因为他这个账户从1999年之后就再也没有往里面存过1分钱了。之后大家都知道 PayPal 上市了，3年之内暴涨30亿美元。到2019年的时候呢，这个被他遗忘在角落的 Roth IRA 账户的余额已经突破50亿美元了。从2000到50亿，所有增值的部分全都不要交税。国税局看到了估计都要哭死过去，所以他们连夜改了法规，以后用 Roth IRA 投资私募股权就全部要受监管了。小泰真的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这么强的一个省税账户，我们好好利用它。我接下来说一下它的一些细节。第一个呢，它是个人的退休储蓄账户，然后是税后的钱存进去。之后呢，它所有的增值部分全部都是免税的，你不用交1分钱的税收。这就是刚刚为什么从2000到5亿之间，这位小泰同学不用交1分钱的税的原因。你的本金呢，是因为是税后的钱，所以说你随时可以取出来，但是增值部分你需要按照退休账户的取款原则。那退休账户是什么取款原则呢？就是你首次入金要满5年之后，并且你要年满59岁半之后，那你才能取钱。那有一些特例，比如说你被鉴定为永久的残疾了，或者说你首次购房，但是它最高只让你取1万出来，所以说没什么用。或者呢，就是持有人过世，他的受益人取出来，这些情况当中，你从里面取钱是没有罚金的。不然的话呢，你从里面取钱，虽然说是你税后的钱，但是你增值部分取出来，也要有10%的罚金，加上当年的所得税。Roth IRA 还有个好处呢，它是没有 RMD 的。RMD 就是你满73岁之后，你必须从你的退休账户里面取钱出来。像 401k 传统的 IRA 都是有 RMD， 所以到时候你得取钱了，它有专门的一个比例。但是 Roth IRA 呢，它没有，所以说你在里面钱可以一直放在里面利滚利。Roth IRA 入金的时间呢，是在次年的4月15号之前，也就是说你报税日之前都可以往你的 Roth IRA 账户里面存钱。一般省税的账户它全部都有入金限制的，它不会让你随便想存多少存多少。那在2024年呢，不管是传统的 IRA 还是 Roth IRA， 它的总金额都不超过7000。那如果你在50岁以上的话呢，你可以存8000。2023年的话是6500和7500这样子一个比例，这些数据全部可以在国税局，也就是 IRS 的网站上面找到。Roth IRA 相对于其他的退休账户的话，它的限制还多一样，它有收入限制，也就是说你收入太高，你不能往里面存钱。那在2024年的话呢，它是如果你结婚的话，合并报税，你家里面23万收入以下，你2个人都可以往 Roth IRA 里存钱。超过23万，不到24万的话呢，你要降低你的存款额度，超过24万你就不能存钱了。下面是一些个人和其他的报税情况，你所存入的不同的钱的限制。这边提到的 Modified AGI 就是调整的收入，你往这边找，这边在1040税表上面，你往下面拉，在第11行看到吗？这里就是调整的总收入，这个11行这个数字就是你用来参考你的收入有没有超标的数据。接下来说一下传统的 IRA。 传统的 IRA 呢，它也是个人退休储蓄账户，它跟 Roth IRA 不一样的地方，它是税前的钱存进去，也就是说它可以抵扣你当年的应税收入。比如说你今年赚了10万，那你减去放到传统 IRA 的7000的话，那你今年需要缴税的额度呢，就是以9万3进行计算的。
大部分可以让你税前存钱的账户都可以抵扣你当年的应税收入，所以说如果你是拿 W2 的，那你没有什么太多的地方可以省税，就好好利用这些税前的账户不光是 Roth IRA， 还有之后我说的 401k、 FSA、 HSA， 这些全部都是可以让你抵扣你一部分收入的账户。好，接下来传统 IRA 的取钱原则也是跟之前的退休账户是一样的。那入金的话呢，它没有收入限制，但是抵扣额度，就是抵扣你当年应税收入的额度呢，它是有不同等级的。那具体的话，你打到你的报税软件当中，它会帮你计算的。好。传统的 IRA 的话，它有 IMD， 也就是你73岁之后需要按比例从里面取钱，不取钱的话，它会收你罚金，最高罚金达到50%。然后入金的截止日期呢，是跟 Roth IRA 一样的，在次年的4月15日之前。下一个我们来说 401k 呢，不同于个人的储蓄计划，它是雇主提供的退休储蓄计划，所以你得有个班上。然后呢，它也是用税前的钱存入了，可以抵扣你当年的应税收入。存入的话呢，最高额度每年的话是23000，那如果你是50岁以上呢，可以多存入7500。同样，因为它是雇主提供的，所以呢，你的雇主也得有点贡献，我们英文叫做 employer match， 也就是说雇主要补贴你。但是补贴多少呢？那看你雇主大不大方了。根据 IRS 这边给出的信息呢，它是不能超过你工资的100%。比如说你的工资是5万，那公司补贴你就不能超过你的工资，也就是不能超过5万。那如果你的工资比较高，是20万、30万啊，那每年呢它也不能超太厉害，最高的额度是6万9。这个6万9不全是公司补贴你的，其中还包括你自己的贡献额度，所以你自己贡献额度最多不是2万3嘛？那雇主再补贴你剩下的4万6，加起来6万9，是这么个数字。从里面取钱的话，也是跟其他退休账户一样的，你要退休之后59岁半之后才取啊。当然有些特殊情况，按照前面的表格，IMD 的话也是有的，73岁之后你要按比例取钱，不然会有罚金。还有呢，就是入金的截止日期和 IRA 不一样 ，IRA 是次年的4月15日，那 401k 呢，它是当年就是12月31日之前，你就得把钱给存进去了。我们再来看一下 401k 这整个家族啊，之前说的 401k 呢，基本上我们都是传统的 401k， 也就是用税前的钱存进去，可以降低你当年的税收入。但是呢，它 401k 还有一些其他的不同，比如说它还有 Roth 401k， 其实跟 Roth IRA 是差不多的，但是是雇主来支持的，它可以让你税后的钱存进去，然后呢，它的收益是免税的啊，这跟 Roth IRA 就很像，对不对？但是它还是有 IMD， 也73岁之后你得从里面取钱，这跟 Roth IRA 是不一样的。还有一些呢，比如说适合小公司的，它可以用这个Safe Harbor 401k。还有一些呢，就是说，你是自由职业者、自体经营者，那你可以自己存，这个叫 Solo 401k。那不同的呢，是针对不同的工作类型。我们之前提到，你如果收入太高的话，那 Roth IRA 里面就不能存钱了。但是呢，这个 Roth IRA 又这么好用，那我们就得想想办法，给他们想出办法来了。我们可以用 Backdoor IRA， 就是给 IRA 开个后门。这个呢，就是针对收入比较高，没有办法当年往 Roth IRA 存钱的人，但是呢，又想要享受 Roth IRA 之后所有的增值收益免税这样子一个税收优惠。那我们可以做 Backdoor IRA 这个动作，它呢就是很简单的几个步骤。第一个呢，就是你得把钱存到你传统的 IRA 里面去，因为传统的 IRA 里面得有钱。然后呢，你再从传统的 IRA 转到你 Roth IRA 账户里面，就可以了。你可以如果在同一个券商的话，转钱就非常方便。即便是不同券商，你也可以跟券商说，把我从我的传统 IRA 里面转到我的 Roth IRA， 他也会帮你转的啊。然后第三步不要忘记，就是你得报税啊，报税了，因为你传统 IRA 里面钱是税前的嘛，但是 Roth IRA 是需要税后的钱存进去，所以说这一来一回，你得报个个人所得税。那如果说你这个钱在传统的 IRA 里面已经待了一段时间了，然后投资产生收益了，那收益这部分呢，你也要按照正常的收益的税收，如果短期的话，短期资本利得税，长期资本利得税，你得按照比例来报这个税收。那所有报的过程当中呢，你把收据留好。这边有个注意点，就是你中间做这些操作的时候啊，最好隔一段时间，不要说你上午把钱放到
到传统 IRA， 下午就直接转到 Roth IRA 了。这样子的话呢，有个可能性就是 IRS 会说你是步骤交易，这个可能性不大，但是也会发生的。所以中间呢，最好是隔上一段时间。最后呢，就是它的截止日期是在12月31号之前要完成这些动作，那你才能归入到当年的一个税务计算中。好，1、2、3、4，这前面4项全部都是退休的省税账户。那接下来呢，我们说2个医疗的省税，这不光是用在医疗上面，你还可以用在其他很多地方。先说个 FSA 账户，它是灵活的支出账户，是你雇主给你提供的医疗和护理的储蓄账户。好的地方呢，是你可以把税前的钱放进去，抵扣你当年的应税收入。不太理想的地方呢，是它存入的钱不够多，那一年呢最多存3200，这如果抵税的话，只能说是聊胜于无。还有个不太好的地方呢，就是你放在里面钱，当年一定要用完，不用完的话，过了12月31号它就消失了啊，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就是里面钱有没有全部用完。那大部分应该说部分雇主呢，可以让你把钱转到下一年，那最多可以转个610，2024年可能可以转个640，但是不是全部雇主，所以呢，最好就是在12月31号之前用完。那你可以用在哪些地方呢？比如说你看医生，你自己的自付额啊，看牙医啊，眼科配眼镜，那还有那些你买的一些护理用品啊，甚至于买轮椅、助听器这些，你都可以从这里面出。但是呢，这个呢只是初级玩法，进阶一步的呢是用在护理上面。那这个账户呢是有另外一个名字 ，Dependent Care Flexible Spending Account， 就是 DCFSA。它可以用在什么地方？比如说你上有老下有小，有小孩子的时候呢，你小孩子这些日托费 daycare， 然后他请保姆的 nanny 的钱，或者说他学龄班的这些钱，全部可以从这个账户里面出。那如果你有老人的话，如果这老人是你的 dependent， 你的受抚养人，那你给他请的护工的钱，你的保姆的钱也都可以从这个账户里面出，都是税前的钱啊。甚至于你小孩大一点，他要参加夏令营，不是过夜的那种，就是白天去的那种夏令营，那钱也可以从里面出。这个就比较爽了，是吧？但是呢，它的上限额度也不高。那已婚的话呢，你最多就是往里面存5000；单身的话呢，最多只能存2500。接下来我们要说另外一个好东西 HSA。 为什么说它是好东西呢？因为它可以3重省税。第一个呢，你是可以把你税前的钱打进去啊，你可以抵扣你当年的税收入，然后它放在里面钱呢，增长的部分是免税的，就有点像 Roth IRA， 对吧？然后之后呢，如果说你把里面钱取出来用在一个医疗方面的，这个医疗包括很多种啊，比如说你的自付额，你付医疗保险的钱，然后你之后看牙医、眼医，甚至于年纪大了之后，你 long-term care 的钱，就是你的那种护理的钱，都可以从里面出。然后出这一部分医疗护理的钱呢，全部都是免税的，是不是挺好的？钱放在里面，你可以不断的累积。那几个注意点 ，HSA 呢，它是你只有是高免赔额度的健康医疗保险的时候，才能开这个账户。什么叫高免赔额呢？就是你自己自付的额度会比较高一点。比如说你近几年的话，身强体壮，不怎么需要看病的时候，你可以选这种自付额比较高的医疗保险，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开这个账户了。然后呢，它其实也有个上限，你个人的话，一年最多往里面存4150，家庭的话呢是最多存8300，50岁以上你可以多存一点，就是每年多存个1000块钱。然后好的地方就是它的余额不会过期，它不像FSA， 你当年不用完它就过期了，你钱可以一直放在里面，然后可以进行投资，然后利滚利，而且不用付税。最后退休之后，如果说你退休之后你用于医疗保险方面，你是不用付税的。但是你说我拿出来进行生活了这样子的话呢，你是需要付一个收入税的，没有罚金，但是你就是按照一般的退休账户里面的钱取出来，这种收入税的方式来付就可以了。免税账户说完了之后，我们说一下一个抵扣操作。比如说今年如果说你有蛮多的资本利得税，就是你买股票赚钱了，或者是炒房赚钱了，这个时候呢，你不想付那么多税收的时候，你可以看一看你手上的资产有哪些是有亏损的。那如果说这个亏损呢，这个资产投资它增长潜力不大了，然后你觉得也没有什么必要持有的话呢，你可以考虑在年底，也就是12月31号之前把它卖出去，用这个亏损来抵扣你当年的短期利得税。
为什么我说的是短期资本利得税？因为它的税率比较高。我们可以看到，短期资本利得税的税率呢，跟你的正常工作收入的税率是一样的，是10%到37%，按照你收入的水平来定的。那长期资本利得税呢，它的税率是0%、15%跟20%，最高档才20%。可以看到，它相差基本上是1倍。所以说，你用来抵扣的时候，先抵扣短期资本利得税。当然，如果说你今年亏了特别多，短期资本利得都抵扣完了，那你也可以抵扣长期资本利得，甚至于说，这两个都抵扣完了，我还是有亏损的话呢，你可以抵扣当年的总收入，但是也不是让你无止境的抵扣的，最多也就只能抵扣$3000。比较好的地方呢，就是你没有抵扣完的部分呢，你可以放到明年继续去抵扣，然后逐年这么抵扣下去。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 watch sale， 就是你有亏损的时候呢，你把它卖掉了之后，你先考虑它一下，你是不是值得卖掉，有没有它的增长潜力。实在没有增长潜力，你卖掉之后呢，尽量不要在30天之内把它买回来，因为你一旦在30天之内买回，它就产生了一个 wash sale， 那这部分的损失呢，在税务上你就是不能进行抵扣了，这就比较亏了。之后说一下 donation， 那我们一年赚了钱了之后呢，也要回馈社会一下，同时这笔钱呢，也可以帮助我们抵扣一部分的税收。捐赠部分呢，我们可以抵扣当年的税收，抵扣的地方呢，你就可以在 Schedule A， 也就是说抵扣的税表上面，然后我们往下拉，在11、12项这边，你就可以放入你当年捐赠的额度了。那这边呢，也分成现金类的捐赠和非现金类的捐赠，那不同的捐赠呢，它的抵扣额度是不一样的。捐赠的形式下面，对于现金类没有什么好说的，你付现金或者开张支票是多少金额你就抵扣多少金额。对于非现金类，如果额度比较少的，比如说你捐点衣服啊这些，那捐赠机构他会给你一张收据，你凭这个收据去抵扣就可以了。那比较特别的呢，是你的投资类产品的捐赠，这个呢其实对你的税务上可能更加好一些。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较形象一点，比如说你2022年的时候，你2万块钱买了个比特币，那过了2年，2024年就现在比特币的话涨到快10万了吧，我们就算它9万。这个时候呢，你想给你的教会或者是非盈利机构捐笔钱，那你呢不要就是直接把手上的这个比特币卖了，然后付完税再捐出去，你可以做另外一个动作，就是直接给非盈利机构捐一个比特币，就是以比特币的形式或者是以股票的形式直接捐过去。那他们收到的呢机构呢，他可以直接把它卖掉，然后不用付任何税收，因为他们是受捐赠方嘛，他们而且又是非盈利机构，所以说他们不用付税收的。那你呢，你当年的税务抵扣就是以你实际捐出去的资产价格，也就是9万来抵扣你当年的税务。同时呢，你当初买的时候不是2万嘛，然后涨到9万，当中有7万的资本利得，对不对？因为是你捐赠出去的，所以说在7万的资本利得你也不需要付税。那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你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你这个资产持有时间需要是1年以上。如果1年之内的话，它不以它现在的市场价作为你的捐赠抵扣，只按照你当初的购买价作为捐赠抵扣。比如说你当年是2万的，它就按照2万来帮你抵扣，而不是现在的价值9万。只有在你持有1年以上的时候呢，你才能够按照目前的市场价来按照抵扣金额。最后注意的一点呢，就是你保留好收据，到时候万一 IRS 来就是找你麻烦的时候，你至少可以说，看我这边收据都有了，我什么时候买的，持有多少时间，超过1年了，对吧？我什么时候捐赠出去的，捐赠机构是什么，收据是什么，你这个一个个都可以拿出来，跟 IRS 说我这个是合理合法的在省税啊。好，今天就先稍稍讲了8个省税的方法，其实省税的方法还有非常非常多，那太多了，我今天先讲这8个，然后8这个数字我又比较喜欢啊。然后最后呢，我跟大家说一下税务上面的一个时间表啊，不管说你是要往你的401k 里面存钱，或者说你要做一个 backdoor， 就是 IRA 走后门的一个动作，或者呢你要往你的医疗账户 FSC 里面存钱，不管是医疗的或者是护理的，那你都要在12月31号之前做完。或者呢你是想要税收抵免的，不管是捐赠的还是卖出你的
亏损也都是在年底之前你73岁之后呢，如果你要领取一部分的 RMD， 也要在12月31号之前把需要领的金额把它取出来这些全部都是在年底之前需要做完的。那在第二年4月15日之前呢，也就是报税截止日之前，你要做的事情呢，当然是报税你得去报。还有呢，如果说你的另外一个灵活的医疗账户就是 HSA， 或者说是你的退休账户 IRA 或者 Roth IRA 钱没有存够的话呢，你也可以在4月15日之前把它补够。今天就先到这里吧。如果你觉得这类视频对你有帮助，也想支持我继续创作，可以简单的点击视频下方置顶评论区的盈透证券链接，只需要简单的点击一下，不用做其他操作就能支持我。非常感谢你的支持和鼓励，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